家，我们现在呢来到了美国的旧金山，我们来参加 Google I/O。这次呢可能会发表很多不可思议的 AI 功能，我真的超级期待的，而且说不定可以看到一些神秘的硬体发表哦。现在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有什么好玩新东西吧 ，Let's go！首先，第一个要带大家看的是 Google Android XR 眼镜，这真是一个超级难得独家的机会。我们竟然可以第一手实测到这个还没有上市的眼镜，开发团队就直接在旁边教学。一戴上去呢，会觉得这个眼镜跟一般的眼镜差不多，但它其实上面是有触控功能，还有按钮的，可以控制不一样的功能。这个眼镜呢，它跟 Gemini 深度的结合，它最特别就是它有扬声器，而且还有视觉功能，也就是说你戴上去就可以看到画面哦。我们现场呢体验了 Gemini 的即时互动。即时翻译、导航，然后还有 AI 自动修图。首先，第一个功能呢，这个即时翻译应该是我用过最流畅的，尤其是多语言的切换真的超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会自动侦测还有切换语言。例如说，在你身边一个人讲中文，另外一个讲葡萄牙文，它都可以很快的侦测到，然后及时用语音翻译成英文给我听，速度超快，而且声音只有我一个人听得到，不会觉得好像很尴尬这样子。再来呢，在这副眼镜上面的导航也超级好玩的，他们让我们试了 Google Map 导航，在镜片上面的画面就有点像车子上面的抬头显示器，它不会遮挡你的视线，它就有点像一道光一样漂浮在空中，会显示距离还有方向。还有神奇的事情来了，当你想要看完整的地图的话呢，你只要低头，地图就出现了。而且你左右转头呢，这个地图也会跟着转哦。然后呢，因为这个眼镜它有相机功能，所以它跟 Gemini Live 根本就是完美结合。你点一下就可以立刻开始视觉辨识，然后问 Gemini 问题，甚至可以直接拍照还有修图，真的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体验。而这款眼镜最终上市呢，会有分语音或者是有视觉的版本，就是2种版本。没有视觉的版本呢，在今年的秋季就会上市了，也就是说它会有相机还有语音功能，可以看到荧幕的款式呢，现在还没有确认上市的时间。这款有视觉的，我真的一上市就会立刻下手。你有没有那种经验？出国在机场找不到网路，超紧张。想要查出机场怎么搭车去饭店 ，Google 地图或是 AI 一起卡住。想要跟家人报平安也没有办法，还要跟别人借 WiFi， 超像网路乞丐。但是如果告诉你有一个方法可以不用换卡，让你一下飞机就有网路，而且还比在当地买 SIM 卡还便宜，你相信吗？上个月我去日本，当我的家人还是担心要不要买实体 SIM 卡的时候，我的 eSIM 都已经设定好了，超快速，不用换卡，不用排队，出国前就可以在手机上用好，只要一落地就自动连线。尤其是 Sally eSIM 真的联网超简单，连我妈都会用。操作很简单，你就手机下载 Sally App， 选择你要去的国家，像是日本就有1GB、3GB、5GB 的不同方案，都是30天期限，超级够用。买完之后直接在 App 里面安装，手机点一点就搞定了。然后最赞的是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一次跑好几个国家 ，Sally 还有区域方案，像是亚洲或是欧洲方案，一张eSIM直接漫游多国，不用每个国家都重买，省超多麻烦。他们家涵盖全球200个地区，而且客服是24小时都有人，还支援中文，有问题可以随时问。想要像我一样旅行一落地就有网路用吗？现在使用苹果妹频道专属优惠码 AppleMate， 或者是优惠链接 Sally.com/AppleMate 就可以享有15%的折扣哦。优惠链接我放在资讯栏，相信我，用过eSIM之后，你再也回不去那种换 SIM 卡的日子了。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，这次 Google 发表一个超强的代理功能，也就是 Gemini Spark。简单来说呢 ，Gemini Spark 就是你手机还有电脑上面自动化的功能，可以帮你24小时工作。没有错，我们现在的 AI 呢，已经从一问一答进化到它可以帮你执行多步骤，还有长时间的任务，还有档案处理。Gemini Spark 可以直接看你电脑里面的档案，还有你的 Gmail 啊、行事历跟云端硬碟等等的，还可以帮你整理处理任何档案。重点是装置关机的时候，它还可以继续执行。那这个可以实际用在哪边呢？例如说你每天固定要做的事情，填数字啊、追踪 email 啊、追踪某个事件之类的，要串联 Google Sheets、Google Doc 等等的功能，它都可以做，不用另外开任何的软体，它都整合到电脑还有手机的 Gemini App， 所以就是真的超级强大又很方便。我个人呢非常期待拿它来串联 Chrome， 然后让它自己上网帮我做一些填表单之类的无聊工作，或者是每天整理我的工作行程啊，甚至整理我的电脑桌面等等的。到时候开放我一定会第一个就实测。
再来下一个功能，我们要讲到影片生成的模型，叫做 Gemini Omni， 它可以让你一张产品照就变成一支广告。话说呢，现在生成影片已经不稀奇了，但是这次新推出的 Gemini Omni 可以说是现实还有 AI 结合最强大的武器，而且你现在就可以直接用得到，就在 Gemini 里面，你就点那个影片生成，它就在那边。那它是特别在哪里呢？就是以前的 AI 影片生成，不是你给它一段文字，它就生成一段影片这样子吗？是比较单向，然后一次性的。但是呢，这次 Gemini Omni 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可以丢照片、文字，甚至是影片哦，它会帮你组合你想要的风格，像是光源切换啊、材质改变啊、风格套用，你一键就可以完成。各种超酷的特效，非常简单就可以做出来。例如说，你今天只是拍了一张产品照，它就可以直接帮你生成不同角度、不同场景的产品展示影片，是不是根本就不用另外去拍影片了？而且呢，跟 Gemini Omni 相辅相成的另外一个新功能叫做 Google Flow， 也就是 AI 剪片功能。Flow 呢，可以直接把生成的素材直接加到你原本的影片里面，而且在 Flow 里面可以直接设定角色还有声音，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设定好的角色来制作影片，可以点一下就生成在美国骑着脚踏车啊，或者是在金门大桥旁边做产品开箱的画面。它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现有影片里面的任何元素，例如说切换不同镜头角度啊，或者生成可以调整的字卡特效。而且在里面呢，直接就有一个 AI 代理功能，你可以直接跟它说你影片要怎么调整。这对我们影音创作者来说，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功能。AI 剪片的大时代要来了 ，Google 的野心不只停在2D 的影片，他们的触手甚至已经伸到3D 世界了。接下来要讲到的就是 Google DeepMind 的 Genie 3模型。你有看过3D 世界生成吗？这个真的超酷的，大家仔细看好了。在下面呢，你可以直接输入你想要的环境还有人物，任何天马行空的描述都可以。然后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，它会帮你直接生成一个可以走进去，而且到处探索的3D 互动环境，不是用看的哦，是真的，你可以用键盘在里面走来走去，还可以跳，所以你就可以一瞬间去任何地方，然后你也可以一瞬间变成任何的角色。最特别的就是它这个 Genie 呢，它是用 Google Maps 的真实地图资料来当基础的，所以它生成出来的世界是有真实感的。它去过的地方，它还会记住，就是不会忘记你走到哪里。例如说，你转一个头呢，它的场景都还是固定的。现在 Genie 的应用场景包含像是游戏设计啊、AI 训练啊，或者是教育虚拟情境。例如说呢，讲到课本上面的古罗马，就可以直接让学生走进去，或者是建筑师也可以直接把他们的设计图变成可以走进去的模型。那这个超有趣的功能呢，之后也会对 Google AI Ultra 的订阅者开放。到时候可以用的话呢，我也会赶快来做一个简单的教学，因为它真的非常简单，但是非常好玩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都已经生成过3D 世界还有影片了，那怎么能够少了生成音乐呢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 Flow Music， 它就是音乐生成功能，而且神到不行。我们在 Google 的现场呢，他们就做了一个 demo， 老师就直接问大家想要听什么，然后就直接开始生成音乐，真的是任何音乐哦，而且任何的风格都可以混搭，就是连时间点你都可以自己挑。例如说原本是古典乐，20秒之后突然加入了印度宝莱坞的风格，然后就直接开始用印度文唱歌，全部都超级协调，不会违和，甚至还很好听。Morning breaks across the mountain peak, fresh air filling up your chest. Every beat is strong and steady, no more heavy weight to carry. You are standing on your own 2 feet, feeling the warmth. 这个真的会上瘾，很好玩。例如说你喜欢听电子乐啊，喜欢听什么现在很流行 techno 之类的，那你就可以去挑你喜欢的风格跟你喜欢的 DJ 之类的，然后去进行混音。那这个功能呢，其实对整个音乐产业冲击应该是很直接的。尤其现在很多社群平台的爆红歌曲都是 AI 音乐，真的是正在发生的事情。想想看，以前录一首音乐要多少设备还有准备，那现在呢，一弹指就做好一首音乐了。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是 Vibe Coding， 现在 Google 的 Vibe Coding 功能也是相当的强大，就是你今天只要用打字啊，或是用说的，甚至是丢图片，那 AI 就可以直接帮你生成可以跑的程式。你想要做任何的功能，对于没有程式背景的人来说，都可以直接生成你想要的功能，就有点像神灯精灵的那种感觉哦。例如说呢，这个老师就直接跟我们展示，他写了一个可以侦测你脸部表情跟情绪的一个功能，结合你的镜头就可以分析说你现在的情绪到底是怎样。然后呢，他在现场让我们分组，让我们做不同的 Vibe Coding 功能。那我们这一组呢，竟然被分到只能用图片，就是我们只能输入图片，然后来做 Vibe Coding 功能。我的队友超强的，就是他直接现场画了一个示意图，然后直接上传到 Stitch 也是 Google 他们推出的一个视觉 UI 的生成功能哦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拿到了这个网站的模拟
图，然后我们再丢到 Vibe Coding 里面，最后就生成出了一个服装搭配网站。整个过程呢不到10分钟，但是真的超级刺激有趣的，也很快的体验到了这个 Vibe Coding 的强大哦。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功能呢是 Google Doc 里面的一个 AI 叫做 Docs Live。这个 Docs Live 呢就是直接把 AI 放到你的 Google 文件里面，你只要打开里面就会有一个 AI 助理，你只需要用讲的，它就可以帮你去写你想要的东西。而且重点是它有你 Gmail， 然后云端硬碟跟行事历等等的阅读权限，所以它非常了解你，而且你也可以叫它去取得一些资料，它就会直接帮你生成排版，帮你修改，例如说履历啊，或者你工作上面要用到的文件，而且你是连打字都不用打，你就直接用讲的就好了。这个概念呢，其实贯穿了我们今天介绍的所有东西。Google 在这一年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 AI 助理从一个独立只能聊天的工具呢，变成了我们日常工作流程的一部分，不是我们主动要去开那个 app， 而是不管我们去哪里呢，这个 AI 已经在我们身边，随时都可以取用。而最后就来讲到 Google 今年为什么 AI 大爆发呢？关键就是这个 Gemini 3.5 的推出哦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以前要跑这些 AI 功能，真的要很多的算力，所以成本非常高。而现在 Gemini 3.5 出来之后呢，一样的算力就可以做到以前2倍的事情，更快、更准、更省电。而且呢，现在在 Gemini 里面已经可以用到 Gemini 3.5 Flash 了。所以你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新产品，有很大的程度就是因为这个技术让一切都变得有可能。今天介绍很多功能就已经对全球开放了，所以你可以想象这背后要有多大的算力支撑吗？真的非常的不可思议。最后就来跟大家总结一下我今年参加过 I/O 最大的感想，就是我觉得以前 I/O 呢，你感觉很多东西都是遥不可及，就是要等很久才会出来。但是今年非常不一样，有很多东西都是现场 demo 可以直接上手，这代表说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呢是真的可以用的，不是只是一个概念。而且呢，他们还提到一件有点恐怖的事情哦，今天看到的工具其实他们早就做好了，这个早呢是以年为单位哦。那没有释出的原因呢，唯一的原因就是算力不足，因为他们需要推出的那天普通用户就要马上可以用，然后马上就流畅，而不是让我们空等在那边。他们手上到底还藏了多少东西是因为算力不足所以没有推出来？你可以想象会有多强大吗？而这呢，才是让我最期待也最害怕的一件事情。好，这次呢很高兴被邀请来参加 Google I/O 2026，然后呢看到了非常多不可思议的 AI 发表，我自己都觉得哇，我竟然可以来这边呢！这次呢最喜欢的就是 Spark， 然后已经等不及回家赶快开始玩，就是1个月之后会开放嘛。然后另外呢，还有 Google 眼镜也是超级好玩的，很高兴这次可以看到这么前卫在前端的科技发表，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如果有任何想要玩的东西，也会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